家庭养花，无论是风水还是技巧上，都是有大讲究的，有钱人都知道。养花在风水上如果犯了禁忌，家宅不旺，财运不佳；而在技巧上犯了禁忌，养一盆死一盆，不但浪费钱，还浪费感情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详细介绍一下家庭养护的禁忌，建议养花的朋友都看看，避免严重的后果。今天就先从摆放的位置来切入，然后再详细讲讲养护方面的禁忌。俗话说，客厅有绿叶，聚财有生机。在客厅放上合适的绿植，不但能美化家里的氛围，还能为主人带来好的磁场和运势。客厅里面养花，首先要以中小型植物为主，大型植物容易使客厅产生压迫感。注意花盆的直径不要小于花卉的直径，盆比花大寓意进财，上下相等寓意保财，花卉远大于花盆寓意破财。另外，带刺带尖的植物，比如仙人掌、龙舌兰等，必须放在煞位，起到化煞镇宅的作用。但是阔叶植物，比如万年青、虎尾兰、发财树、金钱树等，能促进家人关系融洽，夫妻感情和谐，所以可以多选择这类植物。卧室，人的一天大约1/3的时间是在卧室中度过的，所以卧室里面养花对于人的健康极为重要。首先，卧室里不建议放香味浓郁的花，像我们平常见的百合、兰花、夜来香等，香味都过于浓重，容易刺激人的神经系统，令人过度兴奋，从而导致失眠等问题，一般不建议摆放在卧室。其次，卧室养绿植不能贪多求大，要根据卧室大小来选择植物大小，并且数量也要适中，一般15平左右的卧室放3到4盆小绿植即可。除了数量，花卉本身的大小也不能太大，过于高大的植物会阻挡主人的财运，比如像芦荟、玉树、文竹这类可以吸收有害气体，并且夜间能释放氧气，对人睡眠有大大好处的绿植才是卧室的首选。但卧室不要摆放像含羞草这种小叶小花的植物，不但观感不够大气，风水上容易导致家人关系僵硬，为小事琐事拌嘴，财运上也预示着小打小闹，不能发大财。卧室养绿植固然重要，但并不是养花的首选位置。说起来，家里最适合养花的位置就是阳台。阳台不但光照充足，通风也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阳台的养护有哪些讲究。阳台，首先阳台养花最重要的就是安全，特别是那种向外面延伸出来的，摆放花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固定牢靠，避免操作不当或者狂风大雨将花盆吹落，砸伤路人。其次，浇水时也要注意，特别是镂空的阳台，花盆底部要放脱水盘，避免水滴和土壤等洒落到楼下的邻居家，破坏邻里关系。还有不同朝向的阳台，在花卉选择以及养护上也有不同。朝南的阳台，光照时间长，温度高，可以养一些喜欢阳光的花草，比如多肉、长寿花、米兰、月季、茉莉等。而朝北的阳台，光线较弱，可选择一些较耐阴的花卉，比如多肉12卷、鹅掌柴、一叶兰、巴西铁、常春藤等。但冬天朝北的阳台温度偏低，要注意保暖。家里如果是朝东的阳台，上午光线较好，可以种植发财树、棕竹或一些慢生的植物，凌霄、鸟罗等都非常适合。而朝西的阳台，下午光照较好，可以种植金银花、紫藤等藤本植物，搭个棚架，形成一道绿色的窗帘，既能遮光，又能美化环境。办公室、书房。办公室或者家里的书房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地方，所以绿植的种类非常重要。合适的绿植才能提升工作的运势，也能让学业有成。比如文竹、富贵竹、袖珍椰子等壮旺文昌型的植物，能够使人心平气和，思路更加清晰。而发财树、龙血树、君子兰、仙客来等属聚财型植物，放在办公室的话，寓意吉祥如意，聚财发福。
电器电源旁边，电器旁、电源的旁边最好不要放绿植，因为电器产生的热量会吹向植物的叶片，时间一长，叶片就会因失水而发黄，甚至导致根部腐烂。此外，当我们在为这些植物浇水时，如果不小心让水滴溅到电器上，还可能引发短路等危险情况，这无疑给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。所以我们家庭养花还是尽量避免放在电源的附近。家庭养花，不管是卧室、客厅还是阳台，下面这3类花也一定要慎重。3类危险的花。1. 不要摆放枯萎的植物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植物当然也有自己的生命。健康茂盛的植物才能为家人带来好运，反过来，一株半死不活的植物，自身都难保，怎能为家人带来好运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心养护，这样花草才会回报你的养育之恩。2. 盆栽不宜放在屋子中间。房屋的中心是屋子的中宫，五行中，中宫属土，木克土，所以如果把植物放到中宫，会使得家中的气场被压制，影响家庭的运势。3. 尽量少摆假花。很多人想偷懒，所以会选择在家里放一些仿真花，不得不说真花有情，假花却寓意虚情假意，虽然能美化环境，但毫无生机，影响气场，摆放久了还会堆积灰尘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。除了风水的角度有讲究外，养护的技巧也非常重要，否则买一盆死一盆，买的越多死的越多，浪费钱浪费精力。下面关于养护的5个禁忌，你一定要知道。养护禁忌。第1个禁忌，新买的花卉植物拿回家就换盆。很多花友在把新买的花卉植物带回家后，都觉得原来的花盆太难看，所以一到家就立马给它换个自己喜欢的花盆，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。新买的花卉植物带回家以后，最好先养上一段时间，让它慢慢适应新的生长环境，比如温度、湿度、光照等等因素。花友们也可趁机观察花卉植物的生长情况，如果发现异常，可以及时处理。那怎么解决花盆不好看杀风景的事情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在外面再套上一个自己喜欢的花盆，待花卉植物什么时候完全适应家里的生长环境以后，再更换花盆也来得及。第2个禁忌，从来不给花卉植物换盆。有一部分花友从不给他们的花卉植物更换花盆，花卉植物在经过3-2年的生长后，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生长得越来越差。当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比如栽培土壤的养分含量下降，盆土开始板结并碱化，花盆已经长满的植物的根系留给新根生长的空间所剩无几，植株开始僵苗等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些情况都会对盆栽植物带来致命的威胁。然而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常年没给花卉植物换盆造成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浇水施肥做得再好，都是于事无补的。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花卉的根系情况，定期给花换盆。第3个禁忌，控制不住爱浇水的习惯。喜欢养花的人都知道这句话，养花浇水3年功。给花浇水最忌讳的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，老是情不自禁地给花卉植物浇水。虽然浇水或者喷水后的花卉看起来水灵，但由于花卉植物根系的吸水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如果过量的浇水，那么吸收不完的水分就会积累在盆土里，从而造成盆土长期处于湿哒哒的状态，久而久之，根系就会发生细菌感染、闷根的症状，根系都烂了，那这盆花卉植物也就宣告报废了。第4个禁忌，小花卉用大花盆养。我们都喜欢住在大的房子里，然而花卉植物可不是这样想的。有些人种花就非常喜欢选一个非常大的花盆来养花，总是害怕长不开。用大盆养花对于成长很快的花草而言是好事情，而对于一般花卉来说，应根据它们对水分的偏好来选择它们适合的花盆大小，尤其是耐旱性强的花卉植物，选择的花盆需要尽量的小一些，例如多肉植物、沙漠玫瑰、长寿花、仙人掌等等。
如果选的花盆过大，一旦浇一次透水，那么盆栽土壤就会很久都不干，这就非常容易造成根系腐烂。第5个禁忌，花盆天天搬来搬去。爱花的人有懒人也有勤快人，这些勤快人中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他们总是搬花盆，早上搬出来晒太阳，中午搬去遮阴，晚上还搬进屋里，最后花往往并没有长得很旺。其实家庭养花不要频繁搬动花盆，因为植物也要适应环境，如果想要搬动的话，最多半个月左右搬动一次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家庭养花的禁忌，希望帮助到你，让你的运势更好，花开得更旺。喜欢花花内容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粉丝的喜欢和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